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一个移速的7万毫安的充电宝，各项测试数据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啊。它的额定容量是42000毫安，我们测试出来的额定容量是45000多毫安，比它额定的容量我们测出来足足多了3000多毫安啊。而且4个充电口的输出文波最高的没有超过70毫伏，表现是非常优秀。还没有看这个测试视频的，可以在我们主页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对这个充电宝进行拆解，我们来看看它内部的电路还有电芯使用的情况。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咱们话不多说，先对这一根数据线进行拉力测试。这个充电宝自带的1米长的编织线，我们已经做完了拉力测试。我们首先就是先来看看这个拉力测试的过程吧。这一根移速的100瓦编织线拉力测试表现会怎么样？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我们来进行第一次拉力测试。这个状态已经断了啊，这是外皮，非常有韧性，外皮还没有拉断，里面的线芯全部都断了。第一次拉力是43公斤就断了，我们再做第二次拉力测试。这一次又断了啊，还是这个外皮没有拉断，非常有韧性。第二次拉力是40公斤就拉断了，2次拉力测试都是把里面的线芯全部都拉断了，这个外皮的韧性非常不错啊。这根线能够承受40多公斤的拉力也还行吧，特别是这外皮啊，非常的有韧性。我们直接用钳子把它剪开，这是这个数据线所采用的一个编织网，外皮就直接剥开了啊，内部没有屏蔽层，也没有抗拉纤维，所以说它的拉力40多公斤也差不多了。这根线材内部一共6根线缆，红色、黑色为正负极线，然后这4根线为信号线。线材内部的线芯都是采用的无氧铜丝，铜丝的内部是有抗拉纤维的。这种铜丝的缺点就是用久了过后它会发黑。然后我们来拆开 Type-C 口，看看内部的芯片。Type-C 口内部是采用的满触点的设计，这种外壳的话，我们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直接把它拔出来。内部采用黑色的这个塑料进行包裹。PCB 外部是没有钢套进行保护的，但是这一根线既然是用到了2颗 eMark 芯片了啊，线缆内部用了2颗 eMark 芯片，深圳汇能泰出品，型号是332D， 公司成立于2015年，专注于模拟芯片设计。经常看咱们拆解视频的，应该对这根芯片不陌生了啊。很多240瓦的线材都是用的这一颗，但是一般都是只用1颗啊，而这个100瓦却用了2颗。2颗芯片的好处是在高负载、顺态响应的情况下，通讯信息更加准确。芯片符合 USB Type-C V 2.2 规范，也符合 USB PD 3.1 和 USB 4规范。这一期的拆解视频结合上一期的测试数据，这根线怎么样？老铁们，你们说了算。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一个充电宝进行拆解，还是警告大家一下，充电宝拆解有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内部有锂电池，一旦伤到锂电池的话，会发生不可估量的后果，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先从这些缝隙开始撬它。侧边的绿色的盖子用双面胶进行固定。这面是 LED 的盖子，有一根线连接到充电宝内部。充电宝的上盖大量的双面胶把它粘住的，这种聚合物的电池拆解是最危险的，请大家不要去拆它啊。这个 LED 灯排插是在这个地方，把它取下来。充电宝的底部壳体它为一个整体的，电池一样的有双面胶把它粘在这个壳体上面，直接用热风枪吹这个底部。这双面胶粘得非常紧啊！取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上面为电池保护板，主板的话是单独的在壳体里面。电池的连接线一红一黑2根线连接到主板上面，我们把这2根线给它断开。主板的这个塑料支架上面贴有轻颗纸，这个支架是通过这4个卡扣卡在这个框体上面，主板也是卡在这个绿色的支架上面的。
这是主板和支架，这个充电宝的挂绳通过这个按扣这样卡住，怎么拉都拉不出来啊。我们把这上面的焊锡全部都去掉，把这个保护板给它拿出来。这个充电宝已经拆开了，这是它的主板，这是电池保护板，给大家展示一下这2块板子，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这个移速7万毫安能量魔方 Pro 充电宝内部的电路采用的是杭州士兰微半导体出品的100瓦移动电源解决方案做的，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案啊。我现在从电池端到充电口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充电宝的电路及元器件。首先是这个电池，采用的是6块软包聚合物锂电池，这边3块，这边3块。厂家是来自江西赣州拓远新能源，电池型号是127393，意思就是电池的厚度12毫米，宽度73毫米，电池的高度是93毫米，能量值是 43.29 瓦时，乘以6块的话，总共是 259.74 瓦时，四舍五入也就是260瓦时啊。单颗电芯的容量是11700毫安时，总容量等效就是7万毫安啊。电池保护板独立的一块 PCB， 上面有保护芯片等元器件，6块电池分别独立的焊接在这个 PCB 上面。电池保护芯片来自深圳创新微电子，成立于2017年，专注于电池及电源管理芯片领域。这个芯片的型号是 CM1361-DAT， 是一款专用于6串锂铁电池的保护芯片，内置有高精度电压电流检测电路，实现电池的过充、过放、均衡、断线等等保护功能。4颗电池保护 NMOS 开关管，私印型号全部都是6428，这个不是美国万代半导体的6428 MOS 管，应该是采用的国产同参数的管子，厂家咱们也不去查了，没有意义，应该是为了控制整机的成本而选择的这种开关管。每一颗电芯的单体电压检测线路直接内置在这个 PCB 里面，一颗 R005 贴片功率电阻，用于6串电池组的输入输出电流取样检测。这一块就是充电宝的主电路 PCB， 有一颗主控芯片控制2路升降压电路，4个充电口输出，还要驱动这一个多功能数码管进行工作。主控芯片杭州士兰微半导体出品，型号是 SD59D24B， 公司1997年成立，专注模拟芯片及功率器件，他们家的 MOS 管是很出名的。这是一款应用于移动电源的高集成度协议和电源控制芯片，集成4路 USB 端口，兼容丰富的各种快充协议，内置8路死区可控的 PWM 驱动控制，以实现双向升降压开关电源转换，内置高精度 CCCV 控制单元，实现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功能丰富，系统外围简洁，大大降低泵成本。这个充电宝2路升降压电路都是由刚刚介绍的那一颗士兰微主控控制，2路电路的架构几乎是差不多的，不一样的是在 C1 口为双向大功率100瓦最高， C2 口和2个 A 口则是最高45瓦功率。我一起来介绍。2路升降压电路，电池端输入输出滤波采用的是 MLCC 贴片电容，这边2颗，这边2颗，一路使用2颗，另外还有一颗固态电容，220微法，耐压35伏，南京永利电子出品，公司成立于1998年，专注各种电容研发生产。永利的电容不知道是怎么命名的，具体规格就无法查找。2路升降电路的电流采样电阻都是用的 R010， 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2路升降压电路同步升降压 NMOS 开关管，2路都是采用的4颗 NMOS 组成全桥拓扑电路，实现高效的输入和输出双向功率流动。负责 C1 口的4颗 NMOS 管，它的私印型号全部都是6428，跟电池保护开关管用的是一样的。
另外一路则使用的4颗型号都是7446的 MOS 管，这个管子的参数应该跟万代半导体的7446是差不多的，厂家咱们就不去查了。2路升压电路另外一端的输入和输出滤波采用的是固态电容加3颗 MLCC 电容组合进行滤波，这边也是一样的。MLCC 加固态电容，这一颗固态电容也是用的南极永力电子的产品，规格是220微法25伏。C1 口输出滤波采用2颗 MLCC， 输出 V-Bus 开关管也是采用的7446的开关管。C2 口的输出滤波也是采用的 MLCC 电容，输出 V-Bus 开关管也是用的7446。2个 A 口的输出 V-Bus 开关管也是用的7446。充电宝的2个 C 口都设置有 ESD 防静电2极管和 TVS 顺态抑制2极管，确保内部芯片的安全。这一片是 C1 口的 ESD 防静电2极管，这个是 C2 口的 ESD 防静电2极管。C1 口的顺带抑制2极管在这里，这里是 C2 口的顺带抑制2极管，这是 A 口的 ESD 防静电2极管，这是另外一个 A 口的 ESD 防静电2极管。另外，充电宝的 LED 驱动则是采用的一颗 MOS 管进行驱动。这颗 MOS 管的适应型号是 X0RB， 实际型号是 AO3400， 美国万代半导体出品，公司成立于2000年，世界10大功率半导体企业之一。按照这个 MOS 管的官方 PDF 规格来看，这个管子用来驱动这个 LED 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是由主控芯片发送信号进行驱动管理。这个是充电宝的 LED 灯板，上面一共有24颗 LED 灯珠，这么多灯珠，所以说它的亮度会是非常亮的。这个是用来采集电芯温度的 NTC 热敏探头，主板和电池保护板通过一红一黑2根连接线进行连接。充电宝的4个 USB 连接器内部的舌片都是橙色，做工细节还可以。C 口的外壳为不吸磁的不锈钢材料， A 口的外壳则是吸磁的铁质材料。充电宝的壳体上面和支架上面没看到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我们后面做燃烧测试。各位兄弟们，一束7万毫安能量魔方 Pro 充电宝拆解和测试全部都搞定了啊！从拆解来看，杭州士兰微100瓦方案成熟省成本，6块拓远127393的锂电，7万毫安260瓦时，这个容量续航是非常够的啊！电池保护方案采用的创新微的 CM1361 DAT 芯片进行6串保护，升降压电路配永力的电容，7446 6428 NMOS 用国产的替代方案，成本优化，参数的话达标。主板上面 ESD、NTC 和 LED 驱动配置都是很齐的。从上一期的测试数据来看，它的输出交流纹波小于70毫伏，如果把电容和管子换成更好的，这个纹波表现会更加的极品啊！功率烤机测试100瓦和65瓦，输出2-3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温度控制也是很不错，54度左右，适合笔记本、摄影灯、无人机、露营以及大学生宿舍等场景。方案稳定，性价比高不高，值不值？兄弟们自己判断吧。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